小树蛙带着零食和饮料去找狐狸猫观赏经典电影《铁达尼号》。铁达尼号是20世纪初的豪华邮轮，是那时候全世界最大、最华丽的一艘船。从英国英格兰出航，要横跨大西洋到美国纽约。由于航行时的天气状况很好，海上风平浪静，也导致浮冰不容易因为海浪拍打产生浪花而被观察到。之后，虽然水手们看到浮冰的时候，立刻跟船长报告，希望能让船立即转向，不至于直接撞击到冰山。但最后，铁达尼号还是因为太晚转向，而导致船身侧边被冰山擦撞，使船体受损，海水灌入船舱之中，整艘船失去平衡，最后沉入海水之中。由于事发时船上情况混乱，再加上水手训练不足，所以这起意外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。观赏完电影后，狐狸猫感动地说：“明明船长就已经转舵了，为什么船还是撞到冰山了呢？”小树蛙解释，这是因为船在海上的操纵性不如汽车灵活，在航行时，船改变方向都需要一点缓冲时间。所以当水手近距离观察到浮冰时，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凸出来的一角，它底下的体积可能比一个乡镇还要大。因此，当你看到浮冰出现在眼前，才要转方向时，往往已经完全来不及了。狐狸猫认为浮力应该会变小，因为船破洞让海水进入船体内，使得原本排开的液体体积变少，浮力也跟着变小了。接着，狐狸猫又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小树蛙知道冰山只有一角是浮出来的呢？像游轮就是大部分都浮在水面上啊。”小树蛙指着放在桌上的冰水，要狐狸猫观察冰块在叶面下的体积。狐狸猫发现，冰块大部分的体积还真的都沉在叶面下。小树蛙说，因为冰块的密度是每立方公分 0.9 公克，如果把冰块丢入密度为每立方公分1公克的水中，约有 90% 的体积会沉在水面下哦。咦，密度跟沉下去的体积多寡会有关系吗？小树蛙请狐狸猫思考一个问题：你觉得当冰块完全融化，杯子内的水会因为冰块融化成水而满出来吗？狐狸猫觉得应该会满出来吧。那我们就等几分钟后再来观察看看吧。你看，杯子的叶面高低没有变化，还是维持在原本的高度呢。狐狸猫觉得很奇怪，这是为什么啊？小树蛙表示，要证明的话，就先来量测冰块的重量跟体积吧。狐狸猫用电子秤测得冰块的重量为9公克重，而冰块由于会浮在水面上，所以需跟一个重物绑在一起丢入水中。已知重物的体积为20立方公分，丢入装有100立方公分水的量桶后，测得冰块的体积为10立方公分。因此，当此冰块浮在水面上时，所受到的浮力等于冰块的重量，也就是9公克重，而浮力等于冰块排开液体的重量，所以会排开9公克重的水。对照水的密度为每立方公分1公克，排开的水体积即为9立方公分。由于9公克重的冰块融化后会变成9公克重的水，而9公克重水的体积刚好是9立方公分，和冰块未融化前的排水量体积相同，所以水位就不会上升，杯子里的水也就不会满出来了。狐狸猫了解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，科学真厉害，透过逻辑推演，就能跟自然现象做结合。狐狸猫认为冰块的重量为9公克重，浮在盐水液面所受到的浮力为9公克重，需要排开9公克重的盐水重量。已知盐水的密度为每立方公分 1.2 公克，可以推论出冰块只排开 7.5 立方公分的盐水体积。也就是说，
冰块沉在盐水的体积小于沉在水时的体积9立方公分，代表同一种物体在不同密度的液体之中所排开的体积不太相同。小树蛙也赞同他的说法，盐水的环境跟海水比较类似，所以冰山在海里大概会有70%的体积是沉在水底下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看到浮冰后船才开始转向的话，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冰山，使船底受损的原因。狐狸猫发现，在刚才的例子中，9公克重的冰块浮在盐水面上，排开的液体不需要那么多体积，所以融化后会导致水面上升，反而会让杯子里的水满出来。对应到海水里的冰山，如果融化，也是会有相同的效果吧？没有错，最近这几年，因为全球暖化，地球平均温度上升，使北极的冰山融化越来越明显。而这些冰山融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，这样也会让陆地上很多地方都不能居住了。你能想象自己现在住的地方在50年后会变成海洋吗？狐狸猫觉得太恐怖了。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全球暖化日益严重呢？小树蛙回应，可以先从减少碳排放开始哦，像是把没有使用的电器插头拔掉，冷气温度调整在28度C，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，这些都是可以减少碳排放的方式。狐狸猫明白了，没想到这些小事情都是能帮助地球暖化减速的方式呢，要赶快跟其他人说才行。于是狐狸猫一溜烟的开始打电话给其他好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学习到的内容吧。当一个物体从浮体变成沉体时，代表所受浮力减少。而冰山若完全融入海水中，会造成海平面上升，地球生态平衡遭到改变。最后，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，如果今天把10立方公分的冰块丢到密度只有每立方公分0.8公克的酒精中，那么液面会上升还是下降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的想法。